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关于美国医疗体系的视频。这一集的主题就是在你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去看病。首先，我要介绍几个非常基本的关于医疗保险的概念。第一，就是我在上一集提到的 network。network 是怎么工作的？每一个保险公司有它自己的 network， 医院、医生，还有包括化验室会加入这个 network。所以你要想，如果你已经有保险的话，你要弄明白自己是在哪一个 network 里面。比如说 Blue Cross、Blue Shield， 它里面还会有分 network A、B、C 一路到 P 什么的，都会分得很细。当你找医生的时候，要打电话问清楚你是否在我的 network 里面。如果你需要去医院的话，也要问清楚这个医院是否在 network 里面。包括你要去做什么，有可能医生让你去抽个血、化个验，去抽血化验的这些化验室也要问清楚它是否在 network 里面，都会有可能有一个部门在，而有一个部门不在，相当复杂的地方。第二个概念是 PPO 和 HMO， 这个我要展开来说。什么是 PPO？ 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那什么是HMO 呢？是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看名字你也看不出来他们的具体差别，所以我直接告诉你他们具体差别在操作时候是怎么样的。首先最大的差别是，你如果 physician 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去看 specialist 的时候，你的保险是 PPO 的话，你不需要你的 physician refer 去看 specialist。保险只要你的 specialist 是在 network 里面，保险公司还会按照它的保险的 coverage 的情况付你的医疗账单。但如果是 HMO 的话，一定是需要你的 physician 去 refer 你到 specialist， 他才会来支付你的账单。这是对于用户来讲最大的一个差别。第二，就是有一个概念叫做 primary care physician PCP。如果你是 HMO 的保险的话，当你拿到新的保险的时候，就要选定这样一个 primary care physician， 然后选定你要去的医院。你要跟保险公司说，我选择这个人作为 primary care physician， 然后我选择这个医院作为我的医院。你以后每一次都只能去看这个医生，只能去这个指定的医院。你如果不去看这个医生，不去这个指定医院，保险公司就不会给你付任何钱。明白了吗？而对于 PPO 来讲就没有这样的限制，你只要待在 network 里面，你可以随便换医生，你可以随便换医院，只要这些是在 network 里面，它就会按照 network 的标准来付钱。如果你去的地方不是在它 network 里面的话，它就会换成另一套 out of network 的标准来付你的账单。PPO 和 HMO 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东西会写在保险卡上，所以要看明白的。如果有的话，它就会有这样的字样。第三是 preventive care， 预防性检查。通常口语就叫 well visit， 就是一个体检。它还有一个和之对应的概念，就是 office visit， 门诊。体检是在你没有生病的情况下去做的东西，而如果你有生病的话，这个就叫 office visit。据我所知，这是新的Obamacare 一个规定，就是每一个保险都要保至少一年一次的 well visit。这个是保险公司100%付费的，没有任何自付费，你自己不要出一分钱，只要你有医疗保险的话就可以。Office visit 就会有自付费的成分。我要提醒的一点是，比如说你不要以为我有个什么小毛病，刚好我去做个体检，然后再问一下医生，你能再给我开点药。如果你问这样的事情，他一定向你收额外的门诊的费用。第三是 lab， 就是化验，抽血啊、验尿啊这一类的东西化验。像我之前在 network 里面说过，我之所以把它单独提出来，是因为有些 lab 会和医生不在同一个 network 里面，在找医生的时候都要问清楚你们 lab 是否也在我的保险的 network 里面。还有一个概念是 inpatient and outpatient service。inpatient 就是住院，outpatient 是不住院，因为有时候有些情况是你不需要住院，然后会有护士上门来做的事情叫 outpatient。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是 generic drug 或者是 brand name drugs。在我来美国之前，我不知道 generic drug 这个概念，这和美国的专利法有关。每一个新药研究出来，药厂会申请专利，专利法对专利的保护是14年的时间。在这14年当中，
其他的药厂是不准生产这样的东西的，这样同样的药物的，通常是新开发的药物。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药厂，它只有14年的时间来收回它的研发成本。过了14年之后，其他的药厂，你专利期过了，其他的药厂就可以再生产这样同样的药物。但你生产的药物，你不能贴起人家研发药厂的名字，所以就叫做 generic。当你在卖药的时候，只能说药物成分，而不能说药物的商品名。我说这个的问题是，会有很多药物在开的时候，就是你既可以有 brand name drug， 也可以有 generic drug 的。但是保险对于这两个的 coverage 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市面上有同样的 generic drug，brand named 会卖得更贵，但是它们的有效成分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无论吃哪一个品牌的药，其实你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是一样。所以保险公司会鼓励消费者来买 generic 的 drug， 所以你如果买 generic 的话，价钱会便宜很多。在医生给你开药的时候，也跟他们说要开 generic 的，如果有的话就让他开 generic。我知道有一些保险如果条款很严厉的话，当你市面上有 generic 的药物，你不用，但是你选择用 brand name 的话，它是永远1分钱都不会付。但如果吃的是比较新的药物 brand name drug 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接下来这一篇我要讲的就是和保险所有费用有关的概念。第一个是保费 premium， 这个保费如果你是从雇主那里获得的保险的话，一般来讲雇主会自己出一份保费，然后再从工资里面扣一份保费。好处就是这个扣掉的保费是不用交个人所得税的，是免税的。如果你自己从市面上买商业保险的话，它可以按月付、按季度付、按年付，可能都会有一些优惠。如果你一次性付清1年的话，你要交的钱就是这个保费。而据我所知，它也是个免税的，就是你要在报税的时候来申请，要填入这一项医疗保险的支出，然后在报税的时候，它可以从你的总收入额当中减掉。报税就是另一个话题，我这里不会展开。第二是口配，口配就是相当于中文的挂号费，出现在 office visit 里面，只要你生病，你去看医生，每次要付的钱相当于挂号费，我们在国内看的挂号费。第三个概念就是自付费，当你付了口配之后，如果你接受的医疗服务不是保险全部都包的，然后他还专门会说，他会有某一些检查，他说你要首先自己付多少，比如说自己先付50块，超过50块的部分，我们再付保险公司再付80%或者50%，这个不一样，根据你保险的计划的不同，它是不同的，保险套餐不同，这个具体的比例是不同。这个就叫 deductible， 你自己先付的这一部分钱就是 deductible。这样看到，接下来是第4个概念是 out of pocket maximum， 就自付费上限。自付费上限是指你1年所有的你自己付出的钱，包括 copay， 包括 deductible， 还有包括保险公司不付的钱都算在里面。第5个概念是 lifetime limit， 是对于年轻人来讲不太常用到这个事情。lifetime limit 就是你一辈子保险公司总共给你付多少钱，这个额度会非常高，比如几十万美元。会遇到一直到 max out 这个 limit， 经常是有很严重的疾病的人，比如说癌症啊，或者是需要器官移植啊这一类的事情。第6个概念 pre-existing condition， 我为什么把它放在和费用相关的这一栏来讲？因为在以前，你如果是带病投保的话，比如有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病，你要换保险公司，你一定要把病史告诉他，他会因为你的这个健康状况比多数人要差，你会要交更高的保额。但是就是奥巴马总统出台这个奥巴马 Care， 从2014年开始执行这个东西，如果你有 pre-existing condition， 保险公司不能向你收取更高的保额。不过 however， 奥巴马 Care 尽管是一个联邦的东西，但是各个州是有一些自主权来选择是否要接受政策。据我所知，有将近一半的州没有执行奥巴马 Care， 或者他只是选择性的执行它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一定要问清楚你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一项的规定是什么。如果你存在任何 pre-existing condition 的话，
在自己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下，一定要问明白，如果是从雇主那里来的保险的话，通常他是不会考虑，他不会管你之前的病史的。我相信到现在为止，很多人听着已经是非常的困惑，觉得这个系统非常复杂。接下来我要拿几个例子，让你们稍微能明白一下这些东西是怎么来运作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保险计划，我找到了一个 sample， 它的保障状况是怎么样的，它的 coverage 是怎么样的。首先来看，它是分两栏，一个是 individual， 一个是 family， 就是一个是处于这个保险计划的每一个个体的保障状况，还有一个是整个家庭的保障状况。你如果是 in network 的话，这个计划算是比较好的 ，deductible 都是没有的。然后 out of pocket 的话是1800和3600。如果是 out of network， 你如果是这是 PPO 的保险，如果你去 out of network 的地方看的话 ，deductible 是5000，意思说你就至少要先付掉5000块，剩下的部分保险公司再来帮你承担一部分。family 的话是10000。out of pocket maximum 就是5400和10800。比如第一个preventive care。preventive care 包括所谓的所有的预防针啊，然后体检啊什么的都有。我们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有 in network 和 out of network 这样的区别。前3项是 in network， 后3项是 out of network。我很意外的是它有 child care， 我不知道这一项干嘛用的，我不会多加解释。这里是妇科检查的copay是不要的 ，deductible 也不要的，保险公司这一项是保险公司付100%，这是它的限制。在这里没有 limit， 在这里那个 routine exam 是一年只能检查1次。如果你是去 out of network 的话，你的 deductible 是5000，非常高。然后保险公司只付50%。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如果说这一个体检花了$10000，你自己要先付掉$5000，剩下的$5000，保险公司给你付50%，然后其余的还是自付费。然后来看第二个office visit 是怎么来呢？如果生病的话去看医生，这个保险 plan 的 copay 是20块，也就是说，当你到了医生办公室，你说你到了这一刻，前台的人就会先向你收20块钱，剩下的由保险公司来付。如果你做门诊手术的话，这里的 deductible 是0，然后保险公司付50%。它的意思是，如果你这个手术是100块，保险公司付50块，然后自己付50块。如果是in network specialist 的话，你的copay就是40块，剩下的保险公司来付。也是在你进入到医生的办公室的那一刻，他就会先向你收40块，然后剩下的会由医生的 billing office 把这个账单发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付给医院，过程是这样的。然后 out of network deductible 是5000，然后保险公司付50%，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 network 里面和不在 network 里面有很大差别的。第三，关于紧急情况 emergency 这个概念我在上一期讲过，不清楚的话回到上一集去看。如果你叫了救护车的话，保险公司只付50%。你在医院在112里面被医生看了，保险公司也是只付50%。你如果在急诊室要住院的话，它也是只付50%。这里是没有 deductible， 可以看出来急诊这个东西不要随便乱用，如果不到紧急情况下不要用，你要付的钱是相当多的，而且你被门诊医生看5分钟的价钱和被急诊医生看5分钟的价钱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我要提醒的是，有一些保险会要求你有一个 pre-authorization before go to ER， 就是你决定你的情况很紧急，你要去 ER 之前，你要先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描述你的状况，然后他觉得你的情况确实很紧急，说你可以去 ER， 他就给你一个所谓的 pre-authorization。
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才会为你的112的账单来付钱。否则的话，你自己跑到112里面去是不会付钱的。有一些保险条款会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一定要仔细阅读自己的保险条款是否有这样的规定。最终你要付的钱的话，它是以一个 calendar year 来算，在1年内付的钱。如果口配加上 deductible 加上医生收的钱的病人付钱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这个公式这边，这一个部分是保险公司付钱的部分，1减去它就是病人付钱的部分，病人付钱的这个额度，这个部分就是他总共收的总价乘以它，这3项加起来，如果小于 out of pocket maximum 的话，你付的钱就是前面的这些总和。如果这个总和是大于你的 out of pocket maximum 的话，你要付的钱就是后面这个部分。就说你1年要付的医疗费基本是可以预见的，超过了 out of pocket maximum 的部分，保险公司会全包，直到到达 lifetime limit。比如说，如果有大病的话，你基本可以知道这不会是一个无底洞。另外，我要加一点是给国际学生的。如果你是国际学生，然后你的保险是从学校来买的话，在去外面的医院、外面的诊所看病之前，先去校医院。这种保险很可能是类似于 HMO 的保险，把校医院的那个医生作为你 PCP。先去校医院，然后问问他们这个事情是怎么工作，你是否可以到外面去看保险的 coverage 是否一样。确定了这些细节之后，再决定去哪里看病。接下来我要稍微提带一下牙科和眼科。牙科和眼科保险是和普通健康保险是分开的。如果你的保险卡上没有写牙科、没有写眼科的话，那默认它是不包牙科和眼科的。多数国际学生从学校买的保险，它默认都是不带的。如果你想想单独买的话，价钱会相当贵。我的建议是，你在出国之前，如果有隐性的牙齿的问题，比如说智齿啊、有龋齿啊什么的，先在国内弄好，然后再到美国来。你一旦在美国，你要自付费或者买保险看这些事情的话，都会相当贵。如果你在美国是有保险的话，无论去牙科还是眼科，都要先跟他们问清楚你是否是在 network 里面。因为牙科和眼科和其他健康保险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它绝大多数市面上的牙科和眼科诊所都是医生独立运营的。有时候你打电话去问，他会不管你在不在 network， 他也不会向你确认这件事情，就直接先把你收来看病，不在的话把账单发给你，要付的钱是相当多的。所以无论去看牙齿还是看眼科的时候，都要确认这个事情。怎么确认？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网站上来寻找，它有这个选项 Find a doctor， 有这个选项，你如果从这儿找出来的话，一定是的。通常来讲，牙科保险的自付费比率都相当高，我没有见过有牙科保很多的，我见过的也就是包50%，可能是1年帮你1次免费洗牙，这是算 preventive care， 但是其余的有任何的东西，自付费比例都差不多到50%的样子。然后眼科我为什么单独提出来，是因为如果你想配眼镜的话，在美国你需要去先看眼科医生，他来给你验光，然后你的验光单他们叫做处方，你拿了这一个处方才可以去配眼镜，你就可以到眼镜店配眼镜。眼镜店有很多 Walmart、Target， 很多地方都会有。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验光我见过最便宜的地方是 Walmart， 好像是50块钱一次，其余的地方都会比 Walmart 贵。然后眼镜也是相当贵的，没有保险的话，你在实体店里配眼镜，$300一副眼镜是很正常的价钱。如果可以的话，在
可以在国内先配好眼镜，甚至再配一副备用的。好，这一集关于你在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怎么看病，就讲到这里。如果觉得很复杂摸不到头绪的话，可以把视频暂停在任何你不明白的地方，停在那里想一想。我觉得我讲的还算清楚。另外，如果你觉得我有什么东西没有讲到的话，也写在下面的评论栏里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写在下面的评论栏里面，我会尽量解答。医疗保险的这些东西我刚才讲过的，即使是对于美国人来讲，都会觉得非常复杂、非常难理解的，有很多很容易掉进他陷阱的。我也是从完全不懂到慢慢才了解一些过来的。我希望这个视频可以提供一些很有用的信息，尤其在怎么看病的时候。下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怎么去看病。先可以告诉你的是，没有保险的话就没有这么复杂了，算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给我点一个赞，同时在 YouTube 上面的右上角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好，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